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春天要多吃粗粮，其中玉米面是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粗粮了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玉米面非常好吃的做法。往里边打入4个鸡蛋，不用蒸不油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比馒头好吃，比油条健康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准备馅料，准备1小把香椿。香椿呢，只有3到4月份的时候才有的吃，所以趁这个时节一定要多吃一些香椿。我们用剪刀把香椿的根部剪下来，不要了，因为这个部位比较老。剪好的香椿，把它放入盘中。虽然香椿是长在树上的蔬菜，但是表面会有很多的杂质、虫卵之类的，所以在烹饪之前需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剪好的香椿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盆清水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再把香椿放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这样更容易清洗干净。接着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再切成胡萝卜丁。切好后用刀剁一剁，给它剁得碎一些，剁好后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。再准备小块老豆腐，大约有200克左右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。再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最后再切成豆腐丁，切好后放入大碗中。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豆腐的碗中，全部打进来以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丁呢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现在我们的香椿已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泡香椿的水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。现在再来把香椿好好的清洗一下，一根一根的清洗，特别是叶片上会有很多的虫卵，一定要清洗的仔细一些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香椿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1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，控干水分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往里边加1勺食用油，再加1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搅匀后，再把香椿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香椿表面的有害物质。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。这里加食用油呢，可以锁住香椿的营养，让香椿保持翠绿的颜色。加食盐可以提前入一个底味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。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香椿的颜色会更加翠绿。放凉后再把香椿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香椿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，挤得越干越好。挤干水分后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把香椿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剁得越碎越好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剁好后放入大碗中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倒入鸡蛋豆腐，用铲子整理平整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煎1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翻一下面，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给它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金黄。另外一面煎至金黄后，再像我这样用铲子炒散开，让每一粒豆腐都能受热均匀。全程开大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大概需要翻炒4、5分钟左右，把鸡蛋豆腐翻炒成这种金黄色，再加入胡萝卜丁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再翻炒2分钟，把胡萝卜丁炒断生。胡萝卜丁炒断生以后，来调一下味，加1勺黄豆酱，加1勺生抽，加1勺蚝油，
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五香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出酱香味以后，再把葱花放进来，再翻炒1分钟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香椿的碗中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香椿和豆腐完全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，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香椿豆腐馅就调好了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再来和面，大碗中放200克玉米面，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玉米面的碗中，加入4克酵母，加一点点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点清水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面粉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，不用发面，直接放到硅胶垫上，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。像视频中这样，就可以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就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就用同样的方法，给它揉成这样的面团，依次放到案板上。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这拇指在面团底部给它钻出一个窝窝，给它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。像这样就可以再放上刚做好的香椿豆腐馅，馅料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皮薄馅大，会更好吃。我这里放了2勺，然后左手拇指按住馅料，右手虎口向上，把收口处收拢，封口处一定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馅料漏出来。包好后，再放手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圆润一些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给它按成一个小饼的形状。像这样，我们一个小饼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小饼，依次放在案板上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拿起来轻飘飘的。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取一个小饼放到案板上，用刮刀像我这样先对半给它切上一刀，不要切断，就是给它压出痕迹，就像我这样给它压上几刀，给它压出这样的花边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好看。像这样就可以，剩下的小饼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压出痕迹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放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热后，把小饼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中间要留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小饼会更加的柔软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烙1分钟，把饼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打开盖子，给小饼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都翻面。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烙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也烙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打开盖子，再给它翻一下面，把小饼两面烙至金黄。像这样，再往里边倒入少量的清水，没过小饼的1/3处，然后盖上盖子焖1分钟，把汤汁收干，这样可以把饼彻底的焖熟。听到锅中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说明汤汁就收干了。我们再打开盖子，
再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一个小饼都翻面，最后把小饼烙至两面金黄，饼微微鼓起，用铲子按压，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像这样，非常好吃的玉米面香椿豆腐馅饼就做好了。外皮看上去金黄酥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取一个掰开看看，看一下外皮酥脆，中间松软，里面的香椿豆腐馅鲜香好吃。玉米面这样做好吃又营养，关键做法还特别简单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